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。有这么几次的奔跑，诺拉几乎是逆转了闪电侠的速度，轻轻松松地追上了白蕊，这也和他的导师逆闪电丝网有着必然的联系。而治愈解药，希斯科也终于制作完成，唯一的小麻烦是解药调和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短短1个月就足够老禅师把所有人杀干净了。为了加快速度，白瑞决定带着解药去一趟神速力，在神速力中没有时间限制，白瑞只需要进去1个小时就能搞定。诺拉慌慌张张地跟上了白瑞，他感觉这1个小时会遇上大麻烦。白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只告诉女儿遇上麻烦就放慢脚步仔细思考，说完就跑进了神速力。诺拉魂不守舍地走回了实验室，半路遇上了拉尔夫。拉尔夫正准备用拉尔夫之书教希斯科泡妞，这本书对大家来说简直是凶器。众人默契的开溜，只剩下诺拉。诺拉又胡乱找了个借口支开了希斯科。此时刚刚过了7分钟，就在第27分钟过后，艾瑞斯被老禅师活捉。希斯科这会儿迎来了第一次和卡米拉的约会。为了留下好印象，希斯科扮成了企业家。然而各种吹嘘让卡米拉觉得他逊爆了。老禅师这边告诉艾瑞斯，听说你们一定能打败我，今晚你们都死了。求救信号立刻聚集了实验室所有人。诺拉一看就知道老妈出事了，带着凯瑟琳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现场。老禅师见状，提前把闪电匕首丢了出去，等两人赶到现场，划过抛物线的匕首直接插死了凯瑟琳。诺拉二话不说就开溜，以最快的速度逆转了时间，回到了30分钟前。诺拉魂不守舍地走回了实验室，半路遇上拉尔夫。拉尔夫正准备用拉尔夫之书教希斯科泡妞，诺拉慌慌张张的样子引起了夏洛克的注意。这本书对大家来说简直是凶器。众人默契的开溜，只剩下了诺拉。诺拉起身追上了老妈，编了个理由让老妈留在了实验室。此时刚刚过了7分钟，就在第27分钟过后，拉尔夫被老禅师活捉。希斯科这会儿迎来了第一次和卡米拉的约会。为了留下好印象，希斯科扮成了健身达人。然而这种举铁侠让卡米拉觉得逊爆了，可他突然震波到了上一次约会的场景。希斯科以为自己劳累过度，老禅师这边告诉拉尔夫，听说你们一定能打败我，今晚你们都死了。求救信号立刻聚集了实验室所有人。诺拉一看就知道拉尔夫出事了，带着凯瑟琳以最快速度赶往了现场。老禅师见状，提前把闪电匕首丢了出去，等两人赶到现场，诺拉提前推开了凯瑟琳，划过抛物线的匕首直接插死了拉尔夫。诺拉二话不说就开溜，以最快的速度逆转了时间，回到了30分钟前。诺拉魂不守舍地走回了实验室，半路遇上了拉尔夫。拉尔夫正在准备用拉尔夫之书教希斯科泡妞，诺拉慌慌张张的样子引起了夏洛克的注意。这本书对大家来说简直是凶器。众人默契的准备开溜，诺拉直接留下了艾瑞斯，扭过头告诉拉尔夫别瞎跑。希斯科再次震波到了卡米拉，他感觉一切都似曾相识。夏洛克听说希斯科逮家务了，也察觉到了一丝端倪。第27分钟，夏洛克悄摸来到了艾瑞斯的实验室。当他发现诺拉进行了时间穿越时，为时已晚。夏洛克被老禅师活捉，希斯科这会儿迎来了第一次和卡米拉的约会。为了留下好印象，希斯科扮成了明星艺人。一瞬间，希斯科再次震波，他预感有大事要发生。也在此时，警报响起，一看是夏洛克，诺拉决定自己去救人。老禅师见状，提前把闪电匕首丢了出去，却被希斯科捷足先登，划过抛物线的匕首直接插死了希斯科。诺拉二话不说就开溜，以最快的速度逆转了时间，愤怒地走回了实验室。半路遇上了拉尔夫，还没张口，诺拉就规划了所有事儿，留住了老妈、拉尔夫等所有人，以确保所有人在自己的视线中。27分钟时，警报再次拉响，独居在家的塞西尔被老禅师活捉。诺拉赶到时，塞西尔已经暴毙。诺拉再次开始逆转时间，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死了一次又一次。可他的速度只能回到1小时前，没有白瑞他根本搞不定。终于诺拉向所有人坦白了，也难怪希斯科一直在震波。震波里他尝试了拉尔夫之书的所有步骤，每次都把约会搞黄了。诺拉已经尝试了52次的时间穿越，无一例外每次都会死一个人，这仿佛是时间线的固定点，不论怎么样都改变不了。白瑞注定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里。众人想了一个办法，他们把52次经历整合了一下，发现每次老禅师都会提前丢出匕首，如果在匕首插死某人之前，诺拉就开始逆转时间，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应对了。正如白瑞所说，遇上麻烦了就放慢脚步。这次老禅师没有得逞，而是艾瑞斯主动来到了他面前。艾瑞斯告诉老禅师，今晚我们一定打败你，而且谁都死不了。闪电匕首依旧提前出鞘，但这次希斯科提前开启了缺口，在匕首插死拉尔夫之前，诺拉逆转了时间，一把将老禅师推到了匕首的回归点。老禅师硬扛着身体逃离了现场。1个小时后，白瑞回到了实验室，他对这件事儿全然不知，还沉浸在解药成功的欣喜中。希斯科这会儿迎来了第一次和卡米拉的约会，他把原本的自己展现在了卡米拉面前。约会过程十分甜蜜，
当拜瑞听说了所有事后，他只是拿起了一个杯子，告诉诺拉，时间线并不是你这样修复的，时间线就像一个杯子，破碎的杯子虽然可以按回去，但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完好如初。他们不是控制生死的上帝，只不过是跑得很快的凡人。诺拉半夜找到了斯旺，他愈发察觉斯旺的计划有问题。斯旺也不多解释，只告诉诺拉，摧毁闪电匕首，我就能拯救你爹。这里解释一下，斯旺的死刑只剩1个小时。时间穿越的好处就是可以出现在任何时间，所以对斯旺来说，诺拉仅仅离开了几分钟。不管主时间线过几个月，诺拉在斯旺面前都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。实验室这边解药已经研制完成，但是他们需要找个转化人做一次实验，而且需要一个志愿者。众人正打算给威尔斯打电话，让他从地球2找个志愿者。突然，拜瑞想起了一个人，来自地球2的鲨鱼王，而他一定会自愿注射解药。大伙一起来到了天眼会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鲨鱼王谢伊也有了蜕变。塔尼亚博士专门负责研究加看守鲨鱼王，因为地球1的谢伊是她的丈夫，但已经去世了。塔尼亚打造了一台沟通机器，类似于实验室的心灵感应交互器。简单的交流后，鲨鱼王跃出了水面。呆萌的鲨鱼王刚想说话，就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所操控，撤下了交流器就逃进了大海。突然发生的意外让拜瑞重新考虑这次的计划。回到实验室后，希斯科开始着手改造交流器。和一个女人结过7次婚的夏洛克一下就闻到了恋爱的腐臭味，他发现塔尼亚已经爱上了鲨鱼王。交流器改造完毕后，鲨鱼王再次出现，拜瑞二话不说赶了过去。带上了新的交流器后，鲨鱼王明显淡定了很多。突然间，他抓起了希斯科，准备一口吞掉。为了救兄弟，拜瑞直接注射了解药，一针下去，鲨鱼王开始疲软，慢慢的变回了人类。由于长期被鲨鱼操控身体，谢伊已经记不太清之前的事儿了，而且大脑中的鲨鱼还在反抗谢伊。想要完全变回人类，就得再来一针解药。谢伊一直在内疚自己曾干过的事儿，他很想赎罪，而他特别感谢塔尼亚。自从有了交流器后，他才感受到了有爱。到了晚上，凯瑟琳查出了谢伊大脑中的一个问题。早上他之所以不受控制，是因为脑电波被人控制了，显然不是交流器的副作用。拜瑞前脚刚来，希斯科就给了拜瑞他娘的一拳。意识到不妙的拜瑞赶快追上了凯瑟琳，和他想的一样，又是格鲁德在作怪。这也解释通了为什么鲨鱼王会袭击别人。拜瑞不明白格鲁德是怎么从天眼会的顶配监狱里逃出来的。莱拉只放了一段视频，迪沃启蒙夜晚。暗物质摧毁了天眼会的电力，就这么一瞬间，格鲁德就操控了警卫逃了出去。格鲁德等待了1年，就为了偷走交流器。如今交流器已经全面升级，这足以让格鲁德同时操控整个城市。格鲁德本想操控鲨鱼王来拿走交流器，但他目前只能操控人类，半人半鲨鱼的生物，他根本动不了手。另一边，夏洛克劝塔尼亚直视自己的内心，指了一下谢伊说：“如果爱，请深爱；若不爱，请离开。”塔尼亚一狠心找到了谢伊表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爱上另一个地球的丈夫算不算出轨呢？此时格鲁德已经跑到了市中心，他准备操控所有人。拜瑞和诺拉带上反抑制器赶了过去，二话不说就他娘的一个闪电拳，一拳把格鲁德打昏了过去。二人放松警惕的瞬间，格鲁德抓住机会操控了2人。有了交流器之后，抑制器也没什么卵用了。此时谢伊站了出来，请求所有人把自己变回鲨鱼王，只有鲨鱼王才能干掉格鲁德，但他只有1次机会，如果变回了鲨鱼王，就再也无法使用解药，细胞会完全被鲨鱼覆盖。但谢伊不后悔，这是他赎罪的唯一机会。拜瑞这边被打得动弹不得，谢伊也完全变了身。鲨鱼王和格鲁德迎来了生死对决，2个莽夫打起架来如同拆迁办，很快双方都遍体鳞伤。格鲁德凭借着猩猩灵活的优势阴了鲨鱼王一把，这一下就让鲨鱼王陷入了瘫痪状态。拜瑞必须用神速力给他充电，和诺拉开始急速奔跑，2道闪电直接击中了鲨鱼王。鲨鱼王脑中的电感受器被瞬间激活，冲着格鲁德就是一个他娘的闪电拳，顺势扯下了交流器。这次格鲁德被关进了更安全的地方，长时间佩戴交流器加上鲨鱼王的重击，格鲁德的大脑已经受到了伤害。这一切的功臣都是谢伊，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，就算变成鲨鱼，塔尼亚也对他不离不弃。既然解药管用，拜瑞下一步就准备去找老禅师，给他娘的一针解药尝尝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